兄弟們 ，Shift Up 在前幾天的夏日遊戏節公布了剑心的第2部作品《剑心血雨》。在我看来啊，這次的預告片無論是以重慶為取景地的賽博朋克城市，還是短髮的女主角，都沒有讓我失望。有趣的是啊，上一部作品她被極端女權各種黑，沒想到這一部她直接自己開始打拳了。這哪是劍心啊，這分明是拳心好嗎？有的人可能會說啊，續作為什麼不是伊芙繼續當主角，而且角色的調性似乎也從御姐的風格變成了偏向可愛的設計。我只想說，相信金亨泰的審美好吧。而且他還確認了這一作的劇情是發生在劍心之後的，伊芙仍然會在遊戲的故事中出現，只是他的角色目前因為劇透的原因只能保密。單憑預告片裡放出來的這些片段來說，該給的鏡頭都給了，續作裡多給你幾個不同風格的女主角不好嗎？又不是不能換髮型，而且這次首發就上 PC， 別說你喜歡伊芙了，你喜歡蒂法，他還能給你打 mod 呀。然而就在東亞的玩家都在討論這個遊戲中的女主角应該怎樣美才符合自己的XP的时候，歐美那邊搞政治正確的那幫人又破防了。而且這次他們用來抹黑的理由竟然和上一次劍心1代剛出來的時候一模一樣，甚至還能扯到索尼剛剛宣布的新遊戲戰神勞菲。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今天我們就来好好說一說這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大家好，歡迎來到豆頻道，我是老九。2024年劍心剛剛出來的時候，就飽受這幫正確魔人的各種攻擊。你能想到的什麼物化女性、過度性化女性，這些扣帽子的行為都只是常規操作。最離譜的是，他們宣稱制作人金亨泰是沒有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真實女性的屌絲，說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這樣身材的女性。結果人家體模直接大秀身材，狠狠地把這群妖魔鬼怪給打了臉。後來他們實在是沒招了，就開始把風向往歐美最神聖而不可侵犯的 PDF 的問題上引，說伊芙的臉太過於稚嫩。結果伊芙的臉模就是金亨泰他自己的老婆，直接給金亨泰送了一记 Double Q 的人頭。現在2年過去了，劍心續作的預告片剛一發出來，歐美那邊不出意外的，這幫人又是聞着味兒就來了，而且還是同樣的抹黑手法。你現在在X 上隨手一搜，就會出現大量攻擊劍心血雨，說這是所謂 PDF 遊戲的帖子。什麼第1部遊戲就已經夠物化女性了，現在還把角色弄成未成年，這個工作室可以滾了。什麼剑心给人的感覺就像是每一部新作都在做一個實驗，看看能把一個遊戲系列變得多愛潑斯坦化，直到公眾忍不住發聲為止。還有什麼劍心的工作室已經不裝了，他們就是在給 PDF 做游戲。而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少了作為 Woke 大本營的傳統遊戲媒體呢？果不其然 ，The Gamer 當天就發了一篇文章說，令人厭惡且低俗，劍心續作因性化其兒童般的主角而遭到批評。更有一些自欺欺人的膽小鬼，害怕在 X 上發帖被人噴，跑到 DEA 的大本營 Blue Sky 上陰陽怪氣的說，我真的是恨死劍心的新角色了。底下還有一大堆人在那附和，看到这些正確魔怔人集體破防啊！說實話，真的是又好笑，心裡又爽。真的，我想請問一下，你們這幫人見過來自東亞的女性嗎？啊，大眼睛、小鼻子、略帶嬰兒肥的臉型，這在東亞女性裡是極其普遍的長相特徵。你去中日韓的街頭隨便走走，這樣的面孔比比皆是，好吧？把一種真實存在的東亞女性長相定性為幼態化，還暗示她有不正常的意涵，這本身就是一種相當傲慢的文化偏見。而且只有心裡髒的人才會看什麼都髒，你這是在自報家門嗎？說白了，你批評的不是什麼異常審美，你批評的是真實亞洲人的長相。有的人可能要說了啊，亞洲女性也不是個個都這麼好看，也不是個個都長這樣。對，你說的沒錯，不是每一個亞洲女性都是大眼睛、圓臉、娃娃臉。但你這話說了等於沒說啊，因為玩家花錢買遊戲，不是花錢來接受你所謂的多元真實化呈現的再教育的。玩家是來娛樂的，來享受的，來放鬆的。遊戲裡的女角色就應該好看，這有什麼問題？遊戲本身就是造夢的媒介，你進入遊戲的世界就是為了體驗現實生活中觸碰不到的一些東西，比如說超強的戰鬥力、宏大的世界觀，還有賞心悅目的角色。Shift Up 做了一個好看的女主角，玩家買單，皆大歡喜，也就只有這幫正確魔怔人才會看不慣了。而且你別看這幫人嘴上功夫了得啊，其實根本不玩遊戲，讓他們真的掏錢支持一下自己吹捧的那些所謂 DEI 遊戲，一個個就都不說話了。其實我個人對多元包容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什麼意見，我反感的是那些過於極端的覺醒人士的做事方式，他們從來不會用好遊戲來證明自己，而是做了一坨出來還要強制你吃下去。我在網上還看到一些論調啊，說劍心初代的遊戲性和故事都一般，根本不是
是什麼神作，但就是這樣一部宣發的時候被吐槽是網紅臉的作品，也賣出了600多萬份的成績了。更何況它的戰鬥系統和故事並沒有那麼不堪，而且就算这游戏是真的一般，它還能卖這麼好，不正是說明遊戲玩家已經被餓了太久了嗎？真的，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游戲行業沒有出現劍心這樣的作品，我們現在吃的得有多爛。之前還出現過什麼所謂女性遊戲玩家已經佔到遊戲玩家總數50%的論調，他們還有數據支持，搞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這些統計數據的口徑，你就會發現，你女朋友每個月在手機上玩2把消消樂，都已經能被算進遊戲玩家裡了。這一類統計把所有平台、所有類型的遊戲全都納入統計範圍，才能湊出接近5.5開的數字。而且一旦把統計範圍收窄到主機和 PC 玩家，受众就會壓倒性的偏向男性，所以那個50%都是女玩家的數據根本就是狗屁不通。大多數3A 遊戲的玩家就是18到35歲的男性，這才是劍心這類遊戏真正面對的市场現實。這幫人整天拿着口徑最寬、標準最鬆的數據，制造出女玩家市場很大的假象，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的政治議程找一個市場邏輯上的借口。你說你天天搞一堆所謂寫實的女性角色，你的受众買單嗎？況且就算是女玩家，也更喜歡帥哥和美女啊！沒有人花錢買遊戲是為了看一個故意做的不好看的角色的。金亨泰在歐美正確風氣如此強勢的大環境下，硬是頂着壓力推出了劍心這樣的作品，用600萬份的銷量狠狠打臉了那些整天叫囂的正確魔怔人。在我看來，這真的可以說是功德無量了。然而這還沒完啊！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就在劍心血雨公布的前幾天，索尼剛剛發布了戰神勞菲的預告片，戰鬥和劇情演出也是聖莫妮卡一向的超高水準。這款遊戲將主角從奎托斯換成了他的妻子，故事將講述他在死後的彼岸世界中覺醒，為了保護家人而戰的故事。隨即部分玩家對奎托斯被替換的這件事情表達了不滿，結果這些玩家也立刻被扣上了厭女的帽子。然而就在輿論還沒有消停的檔口啊，劍心血雨的預告片一出，玩家對女主角伊薇的熱情幾乎是瞬間就引爆了全網。没人在意主角是不是女的，大家在意的是她好不好看，遊戲好不好玩。而這一记響亮的耳光打的就是那幫動不動就喊遊戲玩家厭女的人的臉。而且你会發現啊，討厭劍心的人似乎都非常支持戰神勞菲。同樣是女主角，你為什麼要如此雙標呢？啊，不是玩家都厭女嗎？不過我想強調的是啊，我本人是戰神系列的超級粉絲，当年 PSP 和 PS3 都是奔着戰神才買的主機。2018年的新戰神和諸神黃昏我也都非常的喜歡。勞菲雖然不是奎多斯，但從制作組透露出來的方向來看，他將深入補完新戰神系列中許多未解的劇情線索。故事設定裡諸神死後的世界也讓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無論如何這部遊戲我是肯定會玩的。至於它的劇情到底 work 不 work， 我們還是得等到遊戲出來玩到了之後才能下定論。但話雖如此啊，我對那些討厭這部戰神勞菲的玩家也是非常理解的，而且這個理解要分成2種情況來說，這2種情況可以說都和那些正確人士所聲稱的遊戲玩家厭女毫無關係。第一種就是單純的想玩奎托斯，你別說讓他老婆來當主角了，你就是讓他兒子阿特柔斯來當主角，他們都不願意啊。戰神這個系列對很多玩家來說，奎托斯本人就是一切，他是這個系列的靈魂，是20多年來一路陪伴你成長起來的角色，是你買 PS 主機的理由。更何況這是一個從頭到尾都由男性主角撐起來的系列，突然換成一個雖然劇情上有關聯，但從未作為主角出現過的女性角色，這種被迫切換的生硬感和抵觸感是任何一個老粉都會有的正常心理，只是根據個人的情況不同，他們接受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和厭女這2個字根本就是毫無關係。這裡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啊，就好像你突然說要做一部古墓麗影的遊戲，但是卻要把勞拉換成她的男朋友一樣。而第2種抵觸玩家的心理就純是 PTSD 了，這同樣和那些激進人士所宣稱的厭女扯不上半點關係。暫且不說同是2個孩子親媽的西弗，也就是雷神的老婆，在遊戲中就非常的好看，而且好看的很有特点。索尼僅是在醜化女性角色這條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做了太多遍了。無論是蜘蛛俠2裡面的 MJ， 還是地平線的 Aloy， 又或者是羊蹄山裡的女主角，都在說明索尼她是個慣犯。
看到这裡啊，我不禁就要問了，你索尼把女性角色搞得这么醜，那到底是誰在不尊重女性呢？所以当玩家在戰神勞菲的預告片裡看到一個面容冷峻、年紀偏大的女性主角形象的時候，雖然可能這個形象很符合遊戲世界觀的設定，但是大家的肌肉記憶和防禦機制還是瞬間就被喚醒了。你不能怪玩家反應過度，因為玩家是被你索尼給嚇怕了。這是厭女嗎？這分明是玩家被 PS 這套神醜流水線搞出來的應激反應。玩家對於劍心這樣做遊戲的反應，恰恰證明我們從來不討厭女性主角，我們討厭的只是你們那套夾帶私貨、故意惡心人的神醜霸權。其實不止索尼，歐美那些遊戲大廠天天都在念經，說要多元化，說要反映現實。可是當金亨代把一個真實存在的極具東亞女性特徵的角色放在他們的面前的時候，他們卻急得跳腳，甚至在社交網絡上用最惡毒的語言去抹黑一個虛擬角色。說白了，他們要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多元，他們要的是讓所有人都服從他們那套病態的單一的所謂現代價值觀。說到這裡啊，我想單獨聊聊這次夏日遊戲節本身，因為如果你完整的看完了這場發布會，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這一屆夏日遊戲節真正讓全場沸騰的幾乎清一色都是亞洲的遊戲。從開場的生化危機 Veronica 裡的克萊爾，到引發正確人士集體破防的劍心血雨，再到壓軸登場的最終幻想七啟示錄裡的蒂法，都沒有向所謂的現代價值觀低頭。而且不誇張的跟你講，其實我覺得第二部最終幻想七重置版是有點拉的，但就是因為有蒂法這個角色，我才咬着牙堅持把遊戲玩到通關的。所以你看，角色的造型真的非常的重要。當歐美大廠還在忙着用各種政治議程內耗自己的時候，亞洲的遊戲工作室正在悶聲發大財。說回劍心啊，我一向不推薦任何人預購任何遊戲，因為預購的本質就是在商品還沒有交付的時候提前把錢交給開發商。但劍心血雨這種遊戲，等它發售的時候，我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好好支持一下，不是因為它完美，而是因為它代表着一種態度。什麼態度？那種拒絕向那套病態審美霸權低頭，老老實實按照玩家的需求做遊戲的態度。如果這樣的遊戲都賣不好，以後能按照我們的需求去做遊戲的廠商只會越來越少，我們吃的只會越來越爛。所以此時不買爆，更待何時呢？ OK，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我是老九，我們下期節目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